舔过请打1，同没舔过请打2。小红啊，妈妈考考你，你说猫是怎么叫的？喵喵喵。牛是怎么叫的？哞哞哞。狗是怎么叫的？汪汪汪。这就不对了，让小兰告诉你，狗是怎么叫的？在吗？在干嘛？吃了吗？睡了没？多喝热水，多穿点，早点睡，少熬夜，小心着凉，早点回家，记得吃药。给你点了外卖，晚安女神。舔狗，舔狗怎么你了？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以为我想舔吗？他条件那么好，我怎么办呢？你靠双手取得所有，我当舔狗永不回头。他想要的我给不了他，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我滚蛋，不可能！那是爷的青春，是我深沉的爱，他应该感到骄傲。一般人我不舔。早上我会和他说早安，生病会让他喝热水，饿了给他点外卖。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你不知道。舔狗一无所有，那是污蔑，是挑衅。只舔一个那叫卑微，舔所有那才叫豪迈。你知道3连吗？点赞、订阅、小铃铛。错了，是您在吗？吃了吗？睡了吗？不懂吧？还说我是舔狗，你懂什么呀？他经常对我说好的，我太感动了。他总是这样对我百依百顺的，等不到他回我说晚安，那是欲擒故纵，好让我彻夜难眠的想他。我好像越来越离不开他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6号，星期二。哎呀，今天又发生了一起惨案呀！哎呀呀，感情债呀，感情纠纷呀，闹出人命了呀！刚好呢，面具人会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上一节家庭情感心理学课程。嘿嘿，你们有福了，听到就是赚到。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面具人想问大家一个走心的问题，那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家庭是否为单亲家庭？如果是的，请留言打1；如果不是的，请留言打2。我相信接下来的内容对你们日后的家庭生活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你见识到了单亲家庭的危害，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应该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重蹈覆辙，重蹈这种痛苦，对你们的家庭生活的和睦是大大的有帮助的。本来呢，这期节目我是要做成会员节目的，但是呢，为了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就暂时把它公开吧。首先呀，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我这样子问大家吧，各位观众朋友们，说到命案呀、凶杀事件呀，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抢劫呀、黑社会斗殴呀、收账呀、债务纠纷呀，因为这些事情才会闹出人命的，对吧？真的是这样的吗？给大家讲一组数据啊。江苏省抽样调查了2005到2014年的832例凶案，作案人以外地人为主，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有了82%的比例，男性远高于女性，主要以情感纠纷、日常琐事纠纷为主，其中情感纠纷、已婚外情纠纷、恋爱情感纠纷、夫妻情感纠纷、原夫妻情感纠纷为主，这些纠纷占有了74%的比例，并且呢，这个比例也是在逐年上升，也就是说，大部分命案当中，以低学历的情侣或者夫妻为主，这些人占了大头，其他的才是什么抢劫呀、商业纠纷呀、打架之类的。那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人于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喜结连理，这本应该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缘分。爱情稳如磐石，两个人本应该相爱，好好相处，共度余生。然而呢，都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古往今来，本是恩爱夫妻，却因世事无常而反目成仇者，甚至生死相逼的，也一直大有人在。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面具人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猛的数据呢，等会儿在节目中间给大家公布。先来说咱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夫妻之间闹出人命的事儿啊。刚才的数据你们也都听到了，再给大家说一个新闻听听啊。4月3日晚上9点，广东江门新会公安收到报警称，附近有居民家里面起火，民警和消防人员随即就赶到了现场施救。
着火的地点位于一家小吃店，火情呢最终被成功的止住。现场呢发现了2名伤者，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施救，但2人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双双死亡。4月4日，警方对此次事故展开调查，发现死者的2人关系是夫妻关系，他们在共同经营一家小吃店。事发的当晚，2人因为情感纠纷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呢情绪都比较激动。根据邻居爆料称双方甚至发生了打斗。随后呢，双方的矛盾一再激化，互不相让。在此期间呢，男店主心灰意冷，心理崩溃之下，打开了自家的煤气阀门进行引燃。水火无情呀，这一瞬间的冲动举动，立马就让火势凶猛地扩散了开。最终呢，2人在火焰之中停止了呼吸。何必呢？何苦呢？面具人，我就想说有时候中国这种夫妻吵架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各退一步就完了嘛，何必以死相逼呢？对不对？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事故当中的双方，他们都是做特色小吃的，等于就是做小生意的嘛，开了一个小店铺，并且呢，这个店铺也不是很体面，也不是很大，等于这2个人的经济实力很一般，现在生意也难做，赚不到钱嘛。而且呢，他们大概率也是外地人，因为做特色小吃的嘛，做这种餐饮店的小店铺的人的学历一般都不是很高。那这也就符合了节目开头面具人讲的那些数据中的特征，外地人，学历低。为什么这类人他们会容易相爱相杀呢？你们想过没有？原因很简单呀，外地人在本地的生活状况大部分是比本地人差的，甚至比较艰难的。那这年头工作生意都不好做，又由于他们学历低，所以呢竞争力就更差，生活压力就更大。贫贱夫妻百日衰呀，2人的心理状态都是长期的比较差，又由于学历低，思辨能力相对差，所以呢改善环境、改善现状的能力就有限。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双方崩溃，大打出手。这是典型的生物反应。咱们就拿动物做实验也是一样的，一对狗，你把它们关在一起，这2只狗饿极了，它们还会互相厮杀，互相啃食呢，对不对？人也是动物。然后呢，学历低还有一个不好之处，就是法律懂得少，道理懂得少，自控能力、情感的调节能力也比较差，所以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方法也就少，做事儿也容易不考虑后果，往往就会比较极端，酿成惨剧。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的婚姻内卷。中国有大量的情侣夫妻面临着这种下场，为啥？因为社会大环境不好，人没钱，没钱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社会也太绝望。红色贵族把社会的阶级压得死死的，不让底层翻身，底层翻身就意味着上层要被翻，所以不行，不能让底层翻身。其实呀，中国的夫妻的关系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呢。给大家讲个事儿中国现在的亲子鉴定中的非亲生率正在逐年提高。非亲生率就是进行亲子鉴定后不是亲生的比例。随着网络及卫生知识的普及，现在的亲子鉴定约有20%的鉴定案例结果不是亲生的。做亲子鉴定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呢有涉及遗产继承、刑事案件、认亲、移民等等。其中怀疑对方不忠的孩子非亲生的比例的人做这种鉴定的人占多数。不相信孩子是自己的他们都来做鉴定，以30岁、40岁的人为主。不过呢，也有年轻的8、90后的爸爸。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认为孩子长得不像自己，妻子就有可能是出过轨，或者是有某种的婚外情呀、婚外孕呀。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瞒着妻子，偷偷的带着孩子来做鉴定的。因为没有实锤证据嘛，你如果空凭怀疑的话，你跟妻子说这个事儿要鉴定，妻子肯定不让，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肯定都是不让只有少部分人能想通的人正不怕影子歪，鉴定就鉴定。不过大部分人都是瞒着妻子来做的。
面具人，我觉得吧，因为长得不像来做亲子鉴定的，其实呀，这个东西很玄学，而且呢，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点。其中这个长得不像来做亲子鉴定的，最后呢，鉴定出来绝大多数还是亲生的。长相这个问题太玄学了，有可能像，也有可能不像。这个基因问题很复杂，没有一个科学家能给你解释清楚，生出来的孩子到底该不该像，该有多像，该有多不像。在2006年以前，鉴定结果出来，是亲生的占比有90%以上，这个比例还不错。可是呢，最近几年开始，不是亲生的比例数增加了，有大约20%的案例鉴定结果不是亲生的。某些地方呢，甚至会达到30%以上，甚至还有些地方是50%。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解释一下，我们不能光从这个比例上面去判断。其实，随着大家的科学知识的提高，当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自我去识别，比如说根据妻子生孩子的日子倒推怀孕的日期范围等等，或者是查阅父母的血型搭配出来的孩子的血型，自己先有了一个差不多准确的初步判断。不仅仅是凭长相，认为小孩不是自己亲生的理由更加充足的时候，才会选择做亲子鉴定。所以呢，这种思维就会拉高非亲生的比例，但是呢，这个拉动的幅度绝对不会有10%到50%那么夸张的涨幅。非亲生基本就是偷情嘛，或者是欺骗的产物。那面具人，我想说啊，中国于情于理都应该是偷情大国。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拥有3700万会员的全球知名婚外恋在线约会网站 Ashley Madison 曾经被黑客攻陷解密过，会员用户资料被黑客窃取并公诸于互联网。你们别以为这仅仅只是国外的一桩互联网失密事件，倒霉的只是那些国外的对伴侣不忠的男人们。据统计，这3000多万会员资料当中，有效的女性资料仅为1.2万人，绝大部分都是托和机器人。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大陆也有同样的不少对出轨蠢蠢欲动的男人们，在 Ashley Madison 被解密的事件当中不幸躺枪。根据失密用户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除了台港的用户数轻松上万以外，中国各大城市都不乏数以千计的用户数，其中用户数位列前茅的果然还是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成都。上海更是以8953位用户数位居大陆城市之首位。看起来如此之多的寻找外遇的用户数据，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相背离。但咱们如果理性的分析啊， Ashley Madison 上面泄露的用户数据仅仅是揭开了中国大陆偷情现象的冰山一角，细思极恐呀。而事实上呢，中国于情于理都应该是个偷情大国，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结了婚的人还要搞网恋找刺激，甚至有些人还实战发射，那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中国社会近20年正好处于社会价值观，包括婚恋价值观混乱和转型的时代。欧美社会普遍在1960年代经历了性价值观混乱和转型的一个时代，逐步从性解放回归到了性秩序的周期。而中国社会呢，从1990年代到现在啊，仍然在经历这么一个混乱和转型的过程中，并且呢，并未好转。以2012年的一项针对中国人不忠行为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女性比其他国家女性更容易出轨。其中呢，中国女性结婚后的出轨率为 4.2%， 这是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为 0.8% 的已婚女性的出轨率。中国男性的结婚后出轨率为 13.6%， 也比其他国家的已婚男性平均的 13.2% 的出轨率略高。单论出轨率来说，女性的出轨率总体是不如男性的出轨率的。
但是呢，中国女性的出轨率却又是完爆外国女性的出轨率。从中国的媒体报道，你也可以看到，中国被查的官员有婚外情妇的比例高达95%，甚至呢，有些官员一个人能包养上百个情妇啊。那这也许是中国女性出轨的比例高于西方世界的比例的原因吧。那至于中国社会流行的社交 APP， 像是什么陌陌呀、探探呀，通过这种软件找外遇的概率，远比在中国大陆缺少知名度的 Ashley Madison 的知名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Ashley Madison 甚至还需要翻墙，可是呢，这个陌陌探探上面直接可以卖服务呀。其次呢，中国大陆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对涉性产业的管制，黄色业在中国大陆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性交易以及色情图片的传播都会因为触犯相关法律而招致严厉的惩罚。像什么艺人黄海波呀、王全安私下里面的买春行为，就遭到了以 CCTV 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连篇报道他，把他给鞭笞得不得了，并且呢，几乎葬送了他们的事业生涯。当然了，中国的底层人认为啊，特权阶级淫乱无度是对的，是牛逼。这些底层人他们下意识地崇拜这种特权。不过大部分的普通中国人是没这个机会、没这个特权的，因此呢，中国大陆在婚姻中无法得到性满足、无法得到情感满足的人，他们除了自慰意淫，其他的可能满足他们的途径，大部分也都涉嫌违法啊。要么就出轨嘛，这个是合法的。出轨找到了一个情感寄托，找到了一个新人以后，就可以把老人蹬了嘛，离婚嘛，对吧？相对而言呢，寻找外遇比寻找这些小姐呀、性交易更安全嘛，对不对？前者违背道德，但并不违法；后者呢，不仅违法，甚至犯罪。所以你看啊，为什么那些风俗业合法化的国家啊，离婚率还会低一些，社会的犯罪率也会低一些，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然了，面具人我不提倡这些啊，我只是阐述事实。哦，对了，还有一个重点，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们观察啊，现代的中国大陆的中年大叔、中年大妈们，他们基本上都是以60、70后为主的。他们很多人当中的婚姻都是低质量婚姻。为什么？你们看啊，60后、70后的大叔大妈们出生于文革，他们的父母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给予他们更好的家庭生活教育，也不可能给他们更好的思想引导和示范。他们这些人缔结婚姻的年代，在那个社会啊，基本上都是羞于谈性，很多人思想保守，也不愿意交流家庭经验。婚前性行为呢，更是被严格禁止，基本上都是父母安排的媒妁之言、指腹成婚之类的。这就导致了中年大叔们所维系的婚姻，在现代婚姻尺度下的衡量显得普遍的低下不是自由恋爱，都是被强制安排的，或者是过于保守，没有足够的感情经验。夫妻之间呢，也缺乏沟通，也难以分享秘密每个家庭之间呢，也不好分享秘密，也很难分享家庭婚姻经验。这样的婚姻被称为橡皮婚姻，徒有婚姻的表象，而缺乏婚姻的实质。奇怪的是什么60后、70后自由恋爱的离婚率远高于父母介绍的离婚率，你们知道吗？也就是说，情投意合的两个人，自己谈恋爱的两个人，大部分都是以离婚收场。而父母安排的婚姻还大多不离婚为啥？这就是家天下文化维系社会稳定的好处。中国人因为认知能力差，穷凶极恶，做事极端，所以呢，自由恋爱没多久就很容易分了。父母介绍的不是说不容易分，他们也想离婚，但是离不了，因为有父母的牵制。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中间有什么房子呀、父母的遗产呀、利益婆子娘家的利益之类的，懂了没？在那个年代的60、70后的人
他们的思想普遍是过于封闭和保守的，也缺乏认知能力的训练，所以呢，遇到问题以后很难解决，就会导致婚姻当中的琐碎小事儿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最后呢，矛盾越积越多，问题越累越大，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离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与欧美国家等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主流并不兴奋和鼓励任何宗教，像在基督教文化当中的那些什么人犯罪了要下地狱呀，背叛呀，贞洁呀，这些东西，中国人不是很信，因为咱们是无神论嘛，不相信什么上帝惩罚呀、地狱呀，对吧？所以呢，新娘与新郎在婚姻上那种信仰上面的束缚几乎没有因此呢，他们不会在出轨方面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会有巨大的宗教压力。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无神论，除了朴实传统的家庭观念，出轨并不会带来过多的道德上的负荷正是因为相信无神论，更多的中国人认为家庭里面的长辈才是最大的。如果是父母介绍的婚姻，可能会看在父母的面子上面不离这桩婚。可是如果是自由恋爱的话，自由恋爱的婚姻往往还得不到双方父母的支持。那如果两个人说要离的话，甚至双方的父母都会促成，拍手叫好。所以呢，自由恋爱的婚姻离婚率高于父母介绍的婚姻的离婚率。这样讲，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吧？其实中国式的逼婚呀、结婚呀，他们大部分都是迫于父母的压力，是基于父母由衷的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所以那些并不想或者是并不适合结婚的，还没做好结婚准备的青年人，也被所谓的传统习俗驱赶到了婚姻当中。所以呢，才会造成什么离婚率过高呀，非亲生率过高。古代人是无法分辨出孩子是否亲生的，只有女人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通信的发达，出轨率反而变高，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看嘛，什么 QQ 呀、微信呀这种聊天交友软件的普及化，人们认识朋友、交流情感的渠道多了，所以呢，我认识了一个更合适的，我认为我现在的这个不合适，那我就离婚，我找一个更合适的结婚，这个很正常。但是呢，有这种情感道德束缚的情况下人始终都是要有道德的，始终都是要有情感的嘛。在这个框架束缚下，适当的增高离婚率或者是非亲生率都是可以理解。可是这个比例变得过高了以后就不正常了。为啥？因为大部分人他的思想不成熟，他的婚姻观不成熟，他的情感观不成熟，他不知道该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呢，离婚率高很正常。再加上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感情处理能力、思辨能力又非常的差，所以呢，离婚大概率是迟早的事儿。而中国男女的出轨率都过度的高于世界的平均值，这就是典型的群体心理畸形。为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随波逐流。请问请不起8000一个月的保姆该怎么办？你跑过来找呲儿了，那我呲儿你一顿。请不起8000的保姆还在那嘎达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认为别人的付出值得，那就是你的错。你穷不是你的错，你又穷又渣就是你的错。你又穷又觉得穷的理所当然，又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你的错。请不起8000的保姆，你知道你自己请不起8000保姆，你还在那闲逛呢，还跑我直播间里来逗哏你有那闲工夫，你不会去挣钱？这个田园女权呀，它跟女权没有1毛钱关系，它其实是男权的一个分支。比如说古往今来一些名门大户，家里做最高执政长官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母亲，和女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的核心任务和存在的意义是帮男权资本家做 CEO 的。当然他们段位太高，已经脱离田园女权非常远，以至于看不出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哈。最低段位的田园女权就是仗着自己是女人，强调自己是弱者，通过利用捧杀和道德绑架男性来谋取私利嘛。除了男权
权社会的市场眼光能惯出这种女人，她还能有什么其他成因吗？原本男权生殖癌和田园女权捞女应该是互相捆绑获益、天生一对儿的关系。引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都是下九流，谁瞧不起谁呀？有些人对女权的理解是顾名思义，就觉得女人只要有钱有权，那就是女权，而不去看她这权利的构成，她获利的体系，竟然会把男性家族中的女性大家长当成女权。很多底层男竟然会把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权势失利当成是女权的压迫。女权不是女人在跟男人争权夺势，更不是女人占男人便宜的伎俩，它是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是责任和爱。实在懒得看书的话，就看看芬兰、瑞典、挪威，受点启发吧。中国人的思想要么不变化，要么变化起来是非常极端的，不仅仅是在婚姻上，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容易走极端，从吃自助餐、工作、经营、环境、信仰、政治、婚姻、子女教育，吃自助餐恨不得把一个屋子的饭都吃完，工作恨不得不睡觉，捞鱼恨不得把一个池子里面的鱼都捞完，教育孩子绝对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意见和反抗，消费呢也是扫货、抢购、排队、排长队、哄抢，政治上也是要么是神魔大战，川普是神之子伟大领袖歌功颂德，要么就是非黑即白，见到不同政见的就往死的喷。中国人可以说处处走极端，畸形的环境导致畸形的心理，无能又自尊心极强，自卑又极其的懦弱，极强的自尊心使得他们极易被触怒，再加上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被父母阉割了认知能力、好奇心、学习能力，所以呢，大部分的中国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冷静的寻找解决方法，而是先发泄情绪。你几乎看不到喜欢互相赞美的中式夫妻，是不是？你们见过中国的哪对夫妻说，哎呀，老公你太棒了，哎呀，老公好得很，哎呀，老公你真帅。中国的夫妻互相夸奖的话，永远都不是双方面对面的夸奖，他们最多就是在给外人夸奖。哎呀，你看我老公怎么牛逼，或者是这个老公在外面吹，哎呀，你看我的老婆多么的牛逼。很奇怪的是，中国的女人认为她的老公有多牛逼，在外人眼里面很重要，在自己的眼里面她说不出口。同样的，中国的男人他也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多漂亮不是用来给自己欣赏的，是用来给别人看的。那你说你的老婆那么好看是用来给别人看的，你的老婆能不被别人勾走吗？那你说你的老公多牛逼是用来让别人炫耀，让别人觉得牛逼的，那你觉得你的老公能不被勾走吗？所以面具人，我一直想说，中国人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觉得有问题的请留言打1，觉得没问题的请留言打2啊。哎呀，大部分中国的夫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哎呀，你看你大家都认为打是亲，骂是爱，所以呢，有着这种畸形的追求，大家都互相以贬损为乐，认为夫妻之间的赞美是虚伪的，这种状态下的婚姻是维系不了多久的，对不对？离婚也就是必然的，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你告诉我。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就对赞美有着天然的排斥感、憎恶感。你们知道这是为啥不？因为一个中国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见到的所有的赞美、掌声和羡慕的眼光，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爹、别人家的老公。那你说这样会不会令人反感？会不会令人憎恶？我再怎么做，你们都不会赞美我。别人跟你非亲非故，你们天天羡慕他们，天天赞美他们，你说你心里面会不会爽？爽不爽？所以说呢，种种复杂的因素造就了中国人的这种畸形仇恨极端的状态，活在别人嘴里，在乎外人的看法感受远大于在乎自己老婆孩子心里的感受。婚姻也是一样的，觉得搞个外遇牛逼了，爽了觉得自己这才叫男人
要么呢就是觉得自己的男人老婆看着不爽了，就要把他废了啊，不想什么解决方案啊，就是不合适。为啥中国人爱走极端呢？因为极端环境造就极端的性格，这就是集权体制制造的副作用。统治者要让自己的人民挣扎在生存的边境线，那处于穷凶极恶的状态的话，那这些人就会不讲道理，就会跟野兽一样。这样呢，他们才能像野兽一样疯狂的奔跑，产生高效的劳动力。越恶劣的环境，动物的本性也就越凶残越极端，做事呢也就越无脑。中式婚姻的状态比起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诗情画意，你更可以理解为这张图。为啥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夫妻之间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就像一条狗，你给它看梵高的画作，这条狗也看不懂，也欣赏不了。狗看到母狗满脑子都是繁衍后代，仅此而已。大家观察啊，中国人的文化适应能力特别的差，要么就是完全排斥，要么就是极端的意淫。极端的意淫就是像海外华人宗教的那里面的那些疯子啊，我靠了，那些人有多么的意淫，你们可以自己尝试打交道试试看，切身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太他妈奇幻了，都能把美国大选说成什么神魔大战啊，外星人附体啊，撒旦附体啊，第三神灵啊，阴谋政府啊，这个地下城吃人，真的很奇幻的。哼。还有一个现象，你们看面具人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中国人都是二等公民，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被瞧不起的。那些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他们也不对当地的文化感兴趣，他们也不会主动融入当地的文化，必须要隔几代人才行。国内的中国人呢，也是异常的排斥新鲜文化。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描述情感状态的话叫做什么？不合适，这俩人不合适，他们不合适。男女之间经常说不合适，包括中国人走到哪个环境觉得这个环境不好，就说这个环境不合适，不适合我。为啥？因为长期的农耕文明导致了中国人其实不善变，他们不是捕猎的人，他们不用适应动物的机敏，如非生存需要，中国人是最不喜欢变的。因为种地你不能变呀，你一变，万一这个庄稼半年没长出来，你就要饿死了，对不对？可是老外喜欢变，因为他们游牧民族啊，他们总用一种狩猎方法的话，这个动物就学会了啊，你不变不行，你一招对一个动物不能总管用，所以你要不停的变狩猎方式。其实共产党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始终用高压逼迫中国人。其实你说合适不合适，这种东西就是集权思想的产物。这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人与人相处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不合适，那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呢？不合适，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合适的呢？感情是双向的，只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他们的思维无法跳脱出合适与不合适这种最低能的思考模式，那这种婚姻就很难稳固。于是呢，大家又因为不合适呀、不满足呀、互相贬损呀、互相瞧不起呀、家暴呀、嘴炮呀等等原因，他们就会把希望寄托于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个人。为啥？因为原来的那个人不合适，他也没能力把他变合适，所以呢，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诗与远方。于是呢，就出轨呀，搞婚外恋呀，搞非亲生呀，甚至离婚呀。可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找到那个合适的他的。为啥？因为不合适。中国大陆社会正好处于性价值观混乱和转型的时期，低质量婚姻普遍，传统的中国人又因为传统的家庭观念逼迫而导致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步入婚姻，或者还不适合步入婚姻的时候就步入了婚姻。
于是呢，各种矛盾迟早都会积累爆发。而又因为中国人他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去思辨，所以呢，这个出轨呀、非亲生呀，于情于理，中国都应该是偷情大国。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是不堪入耳，但这确实是现实。咱们看啊，中式婚姻由父母逼迫的婚姻，它反而能维系得更长久，自由恋爱反而不长久。可是随着一胎化，随着家天下文化的瓦解，中国人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然后呢，中国的离婚率也就越来越高。你会发现，中国的家庭稳定，中国的婚姻稳定，始终都是需要一个比它更大的权威强权来压制，它才能达到稳定。那你说共产党，它为啥就能压制中国人呢？究竟是铁鞭束缚住了奴隶，还是说奴隶离了铁鞭就活不成？说句心里话，一般情况下我真的是不喷专家的，就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呢，先放开3胎。第4个呢是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国家为了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有关专家就提出非婚生子女身份合法化。怎么来理解？2个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生下的孩子身份合法。作为我才疏学浅这样的人，我是不是能理解为以后我老公跟小三儿之间生的孩子已经被社会、被法律认定为合法了呢？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家要人也得生之有理吧。如果这样一条莫名其妙的建议被合法化，让我们这些作为正宫的情何以堪呢？真心的想说一句，有些专家还有点谱没有啊？总不能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打破我们对道德的一种认知，颠覆3观呢？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不得不说是碍于非婚生子女无法上户口，也不能顺利上学的一些相关规定，而没有选择家外生子。我觉得至少对家庭、对夫妻关系微妙地起到了一些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这样一条规定被合法化，是不是就像古装剧里边一样狗血？太子不一定是唯一的太子，公主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公主，而未来也会莫名其妙的多出几个财产继承人出来。这样的建议真的有利于生育率、人口的提高，还是提高离婚率，增加家庭纠纷和财产纠纷呢？真心的建议一些专家在提出建议的时候，也该考虑一下合法婚姻当中女性的感受，以及国家其他部门，比如说法院的工作量。你是29岁了还没生小孩吗？哎呀，是啊。你这各方面条件确实挺优秀的，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呀？季小姐是这样子的，因为考虑到你的年纪，你一旦入职后很有可能生小孩，那么公司呢就要放3-4个月甚至半年的产假给你，在此期间呢你是不能来上班的。如果开除你呢又违反劳动法，那找新人替代呢又会增加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现在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的生存压力也很大。公司在面试时询问应聘者婚否是违法的，我可以告你们。今年2月22日，人社部门等9个部门发布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不能询问女性的婚育情况，若用人单位违反，将会依法受到处罚。好了，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不要忘记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还有呢，面具人最近在编辑一些心理学上面的资料，能够解决大家的心理呀、育儿呀、成长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心理问题呀、家庭问题、育儿问题，想要1对1咨询的话，或者是有出国移民理财的需求的话，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宁静会员或者是1对1会员，和我单独交流啊。我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和视频内容简介区。好了，我们下期再见。